怎么会在京城受伤啊？这么胡闹？无妨，就是从马上摔下来了而已。以你的功夫，怎么会从马上摔下来？莫不是有人对马做了手脚？院叔去查了，好像就是马病了。不过殿下如此关心我，倒是让我更加确信，殿下的心到底是为谁而跳了。荒唐！伤哪了？哎呀，腿好疼呀！如果殿下能够将我抱到榻上就好了。院叔，院叔，院叔去给马请大夫了，不在府上。殿下，见死不救可是有失君子风度的哟。阿乐姐姐，我听说你受伤了。竟然有这么俊的男子，真没想到我受了这么点小小的伤，竟然让莫霜公主都来看我了。我这今天可真热闹。莫霜公主，在下寒夜。你是寒夜，大靖的太子殿下。你也太风度翩翩了吧！你们大靖的男子都这般风度出众吗？啊，莫霜公主，这话你可说错了。普通的男子哪会像太子殿下这般英俊呢？任安乐，当着北清公主的面不要胡说。对了，安乐姐姐，你的伤严重吗？不严重。哎呀，就是我的手受了点小小的伤。任安乐，哎呀，有点困了。哎，殿下，你送莫霜公主回去吧。那好，安乐姐姐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请吧，公主。真不愧是太子殿下，这么有君子风度，让你送就送。受伤了也不注意，真当自己是铁打的。不碍事的。你忘了我以前初学骑马的时候，被马冲撞的次数还少吗？那时候不是有我在你身边吗？那也不能一直想着这一世都让明熙哥哥来护着我呀。我问过袁叔了，那马根本没病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在你眼里，帝承恩他真该死吗？我们所行之事，一招不慎就满盘皆输。我不可能让他破坏我们布好的局。若不是院琴及时来报，说帝承恩可能会有危险，怕是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剑下的亡魂。我在现场捡到了这个。
你是怀疑我派人去杀帝承安？此时我还没有告知寒夜，是希望你能够对我坦诚。10年了，帝承安可能已经不受控，但是我复仇，万万不可伤害其他无辜人的性命。这个世上哪有不费一兵一卒，不流半点鲜血就能胜利的战争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跟寒夜一样天真了？明熙哥哥，你我都非常清楚，我帝家蒙冤而死，不是死于战火烽烟，而是死在他人的阴谋诡计之中。我就算要为我8万将士洗刷冤屈，我断然不可用这种方式来成全我自己。你累了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太子殿下，为何如此愁眉苦脸的？这可一点都不像见了心上人的反应啊！如此看来，太子殿下确实需要一个任安乐在太子殿下身边为你排忧解难才是。任安乐，你真的如你的名字这般，让人百事无忧，只管安乐吗？太子殿下，这就要问问你自己的心了。和任安乐在一起时，是否比平时更加开心？我身为大靖储君，自幼循规蹈矩，从未想过有一日，还能遇见你这般蛮横无理、胡作非为的女子。既然如此，太子殿下为何不放下对帝小姐的执着呢？你也曾去过靖安侯府，见识过那里的破败荒凉。可谁能想到，10年前，那里曾拥有全京城最美的春色。紫渊也曾鲜衣怒马，肆意风流。如今那里已经不再那么烂漫。太子殿下这样放不下对帝小姐的执着，是因为内疚吧？是。10年前没能护住紫渊，我一生有愧。安乐，我不想再借深宫把你变成第2个承恩。你虽不是大家闺秀，名门贵女，可我偏偏觉得，眼下只是一介水匪的你，却挺好。太子殿下，那你可一定要记得，在这天下世间，只有一个任安乐，时不再来，往事已矣。太子殿下，不如就此放下。太子殿下，哎呀，太子殿下，喝茶呢？你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啊？哦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有什么事啊？太子殿下，你怎么可能不记得呢？太子殿下，身为一国储君，你要好好休息，劳逸结合才是。任安乐，这里是太子府，注意你我的身份。那好吧，我今日呢给太子殿下带来了一本珍稀的书籍，仅此一本，还望太子殿下可以过目。任大人有心了，我近日无暇阅读闲书。珍稀的书籍啊，让我看看有多珍稀。太子一盏下肚，脸上微醺，醉意朦胧。他一面宽其衣，一面将任安乐推至墙角。怎么样，太子殿下，这个画本你喜欢吗？既然太子殿下没有时间来读，那些百姓肯定有时间啊。明日我就让院企院书印上个180份，到时候给大家发下去，一定会成为最热门的画本子。任安乐，你太子殿下，一个画本换一张请柬，这交易不亏吧？好。哎，太子殿下早点给我就是了，那我就不用费脑子写什么画本子了。那殿下，你是终于要给安乐姐请柬了是吧？我知道请柬的，我给你拿。
我是说，好，把这本子拿去验。殿下，您可要看仔细了，这里面那么多虎狼之词，要是传出去，那可是要毁了你的清誉的。只不过是一些民间的流言蜚语，我既身为储君，自然要顶得住舆论的压力。更何况，这是任大人你费尽心力编写的，那自然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任大人你的斐然文采才行啊。然了，你是不是以为我的脸皮很薄啊？太子殿下，你可看清楚了，你身为君子，若是这种东西传出去，到时候你我之间的传言可是会愈演愈烈哦。既身为君子，只要问心无愧，又何必在意他人议论？太子殿下当真问心无愧吗？既然太子殿下都已经想不起来了，不如安乐就帮太子殿下再回忆一下当日的情景。既然太子殿下都已经想不起来了，不如安乐就帮太子殿下再回忆一下当日的情景。任安乐，你我并肩作战至今，还需要这些损招吗？损招？太子殿下，我为你出生入死那么多回，你管这叫损招？安乐姐，殿下只是今日公务繁忙，若是有心，再繁忙也送得到。太子殿下，你该不会是担心那日在选妃宴上我会抢了帝承恩的风头吧？我从未想过拿你和他比较。你们可是听到了，我跟帝承恩比都没法比。我并无此意，你不要妄自菲薄。既然你对我有情，为什么连一个请柬都不给我？殿下，殿下，陛下派人送来手谕，邀请任大人参加太子选妃宴。陛下亲笔的手谕可比太子殿下的请柬贵重多了。告辞。殿下，敬酒。太子殿下敬酒，请众贵女一步。别看了，太子殿下，安乐就在你眼前，你还在这心不在焉，一点都没有君子风度。你看，今日花好月圆，宾客满座，让安乐有一种要来参加我们俩喜宴的错觉。任安乐，这一杯，我也祝你能遇到更好的姻缘。那安乐就祝太子殿下今日能够择得心仪的太子妃，让安乐断了念想，从此以后不再自欺欺人。殿下，帝小姐来了。
这帝小姐穿着如此浮华，怕也是不合殿下的心意啊。承恩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我来迟了。无妨，起身吧。是。狄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都怪承恩身子太弱，昨夜受了点凉。若是病了，我命人带你去偏殿歇息吧。不碍事的。承恩思念殿下，不想错过这次和殿下相见的机会。来了便好。起立。是。带狄小姐入座。谢殿下。这边请。还以为这帝家小姐多与众不同呢，竟用这种手段来博取太子殿下的关注，就是真不识大体。将军，他们不值得你生气。他怎么可以穿得如此艳丽？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他真的忘了吗？安乐以前从未见过太子殿下如此关照过一位女子，以为太子殿下不懂怜香惜玉呢，原来惜的不是安乐这块玉啊。任安乐，你是我大晋的股肱之臣，相比怜惜，你更值得我的尊敬和赏识。相比关照，我更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相互扶持。哦，任大人是陛下的宠臣，今夜能来此宴，是承恩之幸。他什么意思啊？这一番话年中带刺，还在提醒咱们小姐呢。你在太子殿下眼中只是个臣子。任安乐与我一起出生入死，荣辱与共，对我而言不仅仅是臣子，还是知己。太子殿下，我以3万水师为聘，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求聘，世人皆知我心悦于太子殿下。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是你的知己啊？哎，可是我怎么记得那夜太子殿下喝醉酒之后可不是这么说的？说的是什么来着？我记得您不喜欢饮酒。我的习惯你都还记得。和殿下在一起的时光，承恩永远不会忘记。子渊，我也是。我虽然不喜欢酒，但我却记得，你最爱酒。殿下，我已改名承恩。是我忘了，承恩。嗯。
喝酒。大人，你这是在关心任大人吗？我是担忧安乐已对寒夜动心，这选妃宴他要亲手将寒夜推入帝承恩怀中。你说他能不能狠得下心？那大人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任大人？对不起，姐姐，我是不是吓到你了？姐姐，你就是太子妃候选名册上的帝承恩吗？是。我在北秦的时候就常听人说，大晋太子非要帝子元做太子妃不可。后来我到了大晋，也见到了太子，却发现那个选妃名册上没有帝子元，只有帝承恩。姐姐，你和帝子元是一个人吗？一介罪臣之女，不会以为自己改了名字就能脱胎换骨吧？在岱山上关10年，就算有脾气也都磨平了。我看他如今啊，不是挺低眉顺眼的吗？因为贪慕皇城里的富贵，居然连自己的名字都愿意改，什么帝家后人，我看就是个笑话。住口！太子选妃，何时轮到你们指手画脚？安宁，帝小姐之名乃圣上所赐。于我而言，帝承恩与帝子元并无二致。原来是陛下赐名。那承恩姐姐，我在北秦的时候听闻帝家有一门绝技。我也听说过。太子殿下与帝小姐自幼相识，又对她如此的牵肠挂肚，想必也知道吧？不如由太子殿下来说给大家听听。这个绝技，并非什么值得拿出来展示的绝技。看来帝小姐不想透露这绝技了，那安乐就更加好奇了。太子殿下，这门绝技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。他从小就不爱提，怕丢脸。这绝技怎么会丢脸啊？这帝家绝技啊，其实就是个玩笑，外人都以为是帝家家主帝胜天所创的武功绝招，实则是帝家家主的奇艺率直，屡屡让人看穿其路。可他为人偏又爱下棋，到后来，棋艺并未精进，反而多了一门绝技。是什么？悔棋。啊？据帝家家主的说法，悔棋师从其父，是帝家不外传的绝技。因生病迟到，哼，真亏他想得出来呀！看来改名承恩，并没有磨灭他的野心。他也知道太子对他的重视是夺得太子妃位的关键。可惜他还不明白，逼得太子一记垂眸，一次相扶，又有什么用呢？终究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雕虫小技。只要有我在一日，帝家女绝不可能入太子府。走，随哀家去瞧瞧，他还有什么花招。太子殿下，今夜良辰美景，小女自幼习琴，愿为殿下献曲一首。好。慢着，
我倒是想看看帝家小姐的琴艺。听闻帝家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不知可否让我这个女水匪来开开眼啊？任大人，帝小姐今夜身体不适，恐怕难以登场献艺。任大人若是想听，可以改日到她的府中拜访。殿下真的好护短啊！我帮着殿下办了2个大案，还那么千辛万苦的下了江南，半点恩宠没捞着不说，现在想听个曲子都难。殿下，我可以献曲。任大人劳苦功高，为殿下尽心尽力，承恩自当是要献上一曲，作为报答。他好大的口气啊！还没进太子府呢，殿下的臣子竟要他来替殿下报答了。那帝小姐快开始你的表演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殿下，这帝小姐的琴艺如此高绝，您之前怎么没跟我提起过呀？自愿她从小便爱舞刀弄剑，不善琴艺。但这岱山上无刀剑可舞，许是靠练琴来打发时间了。岁月最是磨人，自愿的是被生生磨成了现在的帝承恩的。帝子元，你为何要在今日弹奏这样的曲子？安宁，我已经改名承恩了，你可不要叫错。这曲谱是殿下寄来岱山的，有什么不妥吗？有何不妥？我不想再看到你这样委屈自己。把这折辱当恩赐，把仇人当亲人，把这忌日当喜日。安宁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对了，我记起来了，今日是晋安侯的忌日。晋安侯，那不是帝小姐的父亲吗？自己父亲的忌日竟还穿得如此艳丽，还奏曲作乐呢。今日是宫廷宴席。帝小姐穿着华丽，遵循礼制，并无不妥。安宁，没有顾及你的感受，是我的错。可是我身着华服，奏喜乐，是希望九泉之下的父亲可以安心，知道韩家没有亏待女儿。当年不可一世、张扬肆意的帝家女，如今变成了这副脾气。承恩，该是说朕给她起了个好名字。不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顾及你的感受，是我害你沦落至此。我没有资格指责你。承恩，看在你我情分上，
你别不能听我一次，不争这太子妃职位吗？安宁，别闹了。待山上的日子孤苦清冷，能陪在殿下身边，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念想。我的心意不变，太子妃之位。我支持任安乐。将军，别管我。如此看来，他对皇家的依顺是出自于真心。陛下，您可以心安了。若是他真心臣服，朕就遂了太子的心愿，立她为太子妃，也未尝不可。只有歌，自然得有舞。我们北秦的剑舞可厉害了，殿下，要不然让墨霜为您跳一曲。好，那就有劳墨霜公主了。嗯。公主这是怎么了？我应该是坐得太久，腿抽筋了。对不起，殿下，墨霜恐怕不能献舞了。无妨，公主歇息便可。既然墨霜公主不能献舞，不如就由我来代劳吧。好啊。我竟不知你还会跳舞。安乐粗人一个，自然是不会的。不过我倒是会几招剑术来哄殿下开心，需要帝小姐来为我伴奏，可以吗？能为任大人伴奏，是承恩之幸。如果太子殿下不介意的话，承恩奏一曲《梅花落》吧。此曲是我刚入宫时，你日日教我，我才勉强学会的。自然记得。太子殿下，明明是安乐要献艺，你却只关心帝小姐弹什么曲子，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？任安乐，此处空间狭小，你要舞剑，未免束手束脚，要小心，不要伤到自己。放心吧，太子殿下，你就擦亮双眼，看安乐的吧。
殿下。殿下，承恩方才不知怎么惹的。他不会把太子妃追给天下任何一个女子，哪怕他对别人动了心。太子可还把本宫的话放在心上？参见陛下，皇祖太后娘娘。
臣记得皇祖母自幼教导，口言之，身必行之。臣作为大晋储君，当做表率。臣曾说过，太子妃之位非帝承恩不可。如今便是践行诺言的时刻。你倒是还记得自己是大晋储君，那可记得她是叛贼之女？帝家之罪，与承恩无关。更何况他已经在岱山上被囚禁了10年，如今又遵循圣意改名承恩，皇祖母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因当年之事迁怒于他。在我面前做小伏低，转头在这里耍弄心机，魅惑太子，好一个帝家后人！皇帝，还不快下令将这个狐媚赶出太子府！将太子妃之位许给承恩是我的意愿，也是先皇的遗诏。不知皇祖母为何要一直反对？竟然为了维护一个罪臣的后人，搬出先皇来诛哀家的心！皇帝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太子？母后，您先消消气。朕听说帝承恩在岱山上时，每日抄写佛经，为你我祈福，而且入京后也算是乖顺恭敬，或许并不似您想的那。皇帝，难道你也将旧事忘得一干二净，被这个帝家女的花言巧语给蛊惑了吗？朕只是觉得太子大了，在丽妃这件事情上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我们作为长辈，不应当过多干涉。你们尽管胡闹，只要我还是大晋的太后一日，帝家女就绝不可能入太子府。不管今夜有没有结果，这场宴席都是为你而设。太子妃之位，永远都为你而留。雪下这么大，还不走快一点？陆明熙，你方才是没见着，我在晚宴上，我的剑寒夜都被我迷住了。你现在哪里还有大理寺卿的气势？那可不是，我方才为难帝承恩的时候，气势非常足。所有人都被我给唬住了。我知道，你做任何事我从来都不担心。但是我问心有愧。对寒夜还是帝承恩？对九泉之下的父亲问心有愧。
寒夜拿出簪子那一刻，我竟还期待着他会将簪子别在我的发间。我到底在想什么呀？那可是韩家的簪子。子安，我相信侯爷在天之灵，他一定会理解你的苦楚。我想回侯府走一走。我陪你。不必了，有些话，我想一个人对父亲说。那也好。祭拜回来，思绪可有平静些？帝家现在如此的落魄，能够为帝家平反的只剩我一人，这样我更要心无杂念，才能够复仇成功。你说的杂念，是指寒夜吧？是。我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，说昨晚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酒后胡言。寒夜，我确实是为他动心了。可是我心里也很清楚，比起儿女情长，更加重要的是帝家的8万孤魂。所以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沉溺下去了。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，我要做回我自己。子安，在我面前，你永远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。在扮演任安乐的这些年，只有在你面前，我才最轻松、最自在。我去祭拜的时候，安宁也来了。安宁，你没露出破绽吧？安宁从前最是单纯率真，可是久别重逢，不知是怎么了，总感觉她好像有些敏感。此事我会去查，不过仅凭祭拜，他也难以联想到你的身份。还有一事，钟家灭门案和古云年有关。这阵子古云年表面低调，但暗地里却在搜寻一个叫做钟海的人。钟海，是他？没错，他就是我们一直找寻的帝家军幸存者。千月阁已经查明，他此前流落江南，又因水患走投无路，是钟家收留了他。他对钟家忠心耿耿，更可能是钟家灭门案唯一的证人。古云年想必正是因此要杀人灭口。钟海会成为我们扳倒古云年的关键。那我们一定要赶在古云年之前找到他。但若是他仍在江南，怕我们赶不及。眼下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店家，这本书我要了。任大人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本书已经被人预定了。是谁啊？眼光这么好，这本书我都寻了好久。这本书你也寻了很久。以前紫园练剑总比不过我，他听闻只要得到这本书，便能所向披靡，于是日日吵着靖安侯给他寻来。我为了讨他开心，这本剑谱我寻了10年。所以是殿下定下了这本书，要赠与帝小姐。后来经人证实，这本剑谱里不过是一些华而不实的招数。10年过去了，江湖传闻早已面目全非，而紫园亦变得不再那么喜欢细节。我买下此书，不过是为了给自己添一份念想。
殿下10年变年，能够寻得弟子缘，安乐也为殿下高兴。所以，你可是又要与我争抢这本书？这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，让你横刀夺爱。殿下不必手下留情，我是臣子，你是君，哪有臣子与君相争的道理？你若喜欢，我便将它送给你，全当是你陪我下江南的赠礼。臣陪殿下下江南，乃是我身为大理寺卿的职责所在，殿下不必内心有所亏欠。但既是殿下所赠之物，我不得不收。殿下这样一直跟着我，可是因为舍不得。殿下既然都已经许下诺言，就不该反悔才是。那是自然。既然殿下送了我一本书，那我也应该回赠一本，以表心意。小姐，买一本吗？就这本吧。那好。望殿下跟帝承恩如书中所说，可以姻缘美满，白头偕老。冉安乐，你真的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安乐不是什么故人，也不是别人。我很早就跟殿下说过，我只是天上地下只得一个的任安乐。我知道，许是因为我的故人如今太过陌生，所以才会常常生出错觉。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我已经决定以后在殿下面前不再做这个庸人，而且太子妃之位我已经不在乎了，望殿下可以不要怀悼过去。小姐，我找到钟海了。他人在哪儿？五柳街，古云年的人在追杀他。你们到底是何人？杀！让开！去！以多欺少，不懂规矩。我今天倒要看看，你们谁敢在我面前带走他！
天着火了！哥，工业快开始了，走啊！撤！撤！主人大人刚才冲进去了！真的假的？怎会如此？有那么大的火？如此危险，他怎可独自贸然前去？不要命了吗？安宁，你先入宫。殿下，注意安全，一定要救出安乐。现在只有我能救子源了。撤！你还好吗？马上救你出去。出不去了，我们被困住了。说什么丧求啊！先看看你伤势，再做塔检。我的伤势可比火势小。你怎么还有心情说笑？你的心和身体都不是肉长的吗？这不是有太子殿下挡着吗？若我晚来一步，你可怎么办？你究竟要让人操多少心才肯罢休？殿下若是不想操心，不来便是。反正我也不过是区区一个臣子。不是区区臣子，于我而言，你是天上地下独一个的人安乐。